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哎。 我知道张国强已经身患癌症，治愈的几率并不大。如果他愿意承认人是他杀的，除了这些，你想要多少我都可以答应你。小欧，赵天辉，你怎么又来了？我不能来这儿吗？怎么了？我打扰到你了？对，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过来喝点咖啡，顺便看看老朋友。我们之间无法做朋友。是因为严谨吗？ 就算我现在没有跟严谨在一起，我也不想跟你有频繁的联系。说的再清楚一点，如果不是因为战宇的案子，我根本不可能留你的微信。服务员，帮我点餐。哎，你要点什么？给我来一杯耶加雪菲。 欢迎光临。先生你好。来了。怎么想到来这儿吃饭？你还记得这儿啊？当然，成为武警特战队员之后，第一次放假回家就是请你在这儿吃。你这个人，死要面子。当时那么穷，还非要请我来这么高档的地方吃饭。再穷一顿饭还是请得起的，不然就让你千万不瞧不起。哎，我不喝酒，开车了。叫代驾。我真不喝。这样，我以茶代酒。祝贺你了，终于要当妈妈了。但愿我还有这个机会。那顿饭，没想到我会带他一起来吧。其实我当时没跟他在一起，带他来就是想刺激你，以为你有了危机感就沉不住气跟我表白了呢。结果你可倒好，全身而退，连争都没争。人家李海鹏各方面都比我优秀，家电也好，跟你门当户对。
拿什么跟人家争？那你就没发现，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你当时但凡要争取一下，我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孤家寡人的局面。其实林海鹏挺好的，你们怎么就分了呢？挺好，看着都挺好。咱关起门来的日子过成什么样，只有我自己知道。你跟我出来一趟。你这几天不是给我发微信，就是到店里来盯着我，你想干嘛？想追我啊？我发现你这个人说话还是心直口快啊。我给你1分钟时间，你要是不给我解释清楚，以后就别再来似水流年。你真的想好要跟严谨结婚了是吗？这个问题不是应该我爸问我吗？说真的啊，我劝你再慎重地考虑一下你跟严谨之间的关系。你建议得着吗？是。严谨现在虽然1审是被释放了，但是她并没有完全的逃脱嫌疑啊。小欧，你是个好姑娘，我是真心希望你幸福的。谢谢你对我的关心，但我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是我的私事儿，与你无关。严谨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我想你从来就没有看清楚过。你我倒是看得很清楚，最后不是也是分手了吗？行，小欧，我了解你。你一旦不爱了，你永远不会回头的。而你一旦爱上了，你也会不顾一切的义无反顾的去爱。可是如果你爱的那个人，他真的值得你去爱，我一定不会站在这里说这些话。他严谨，他那个人。好，打住。赵廷辉，作为你的前女友，我很了解你现在的心情。刘伟被排除之后，你压力非常大，你无从下手，你心里着急，你可能成宿的睡不着觉，甚至连家都不回。因为你脑子里时刻都在想，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因为你以前痛苦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但你从来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看到你，我有多难受。你即便都那么痛苦了，你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找我。或许现在的局面只能让你从严谨下手，但是我拜托你，庭审上的试验已经充分的证明严谨不是那个清洁工，请你不要再盯着他不放手。如果我现在告诉你，那个试验存在漏洞呢？那你告诉我，漏洞是什么？对不起，我没有纪律，我没办法告诉你这个案件的细节。你没有真凭实据就不要胡说八道。
那你告诉我，周一的时候你跟严谨在一起吗？你问这个干嘛？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你根本就没跟他在一起，而且他也不会告诉你他真的去哪儿了。但是我知道。严哥，季老板呢？好像是和赵警官出去了。小欧，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严谨他有很多事情他都骗了你，他并不值得你去爱。现在有新的证据显示，他不光涉嫌杀害了战宇，他还涉嫌在6年前杀害了自己的好兄弟孙佳玉。你爱的人并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都是我的事。好久不见啊，赵警官。哼，严谨啊，确实好久不见了。我看赵警官最近好像不怎么喝茶了，爱上泡咖啡馆了。有问题吗？泡咖啡馆没什么问题，但是老逮着我媳妇儿的咖啡馆泡个没完没了，那就有问题了。赵警官是对我媳妇儿不死心呢，还是对我不死心啊？战宇的案子一天不破，我一天都不会对你死心的。要是专案组的同事真没什么事儿，可以盯着我；我要没什么事儿，也可以陪你们玩玩。但至于纪晓欧，我劝你还是放下吧。放不放下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咱们俩也算不打不相识的朋友了。6月6号，请你喝喜酒，我特意为专案组的同事们摆了一桌，一定要过来捧场。这也没几天了，严总，你可真够着急的。你是真的以为自己能笑到最后是吗？没准这婚礼的日期还没到，你的好运气就用光了。你要为你说过的话负责任。当然，我也希望你不要去逃避你的责任。事实证明，你的选择是对的。我这个人不适合婚姻，就算跟你在一起，结果也是分手，还不如像现在这样，做个朋友，还能出来喝个酒聊个天。但你今天连酒都不喝了，什么意思啊？没有，你想多了。老程，这些年过得开心吗？过日子嘛，有周爽和浩浩在，我已经很知足了。哈，你呢？那天领养申请批准的那一刻，是我这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候了。自从做了律师，就没什么真的值得开心的事儿了。其实我挺后悔做律师的。做得越久，经历的案子越多，就越发现，有时候真相一点都不重要。如果真相只能让你感到绝望和痛苦，还不如闭上眼睛，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如果真相一开始就不说，以后就越来越难开口了。
你桌上那份报告我看了，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告诉你，这绝不是咱们的散伙饭。浩浩最近学习怎么样？还行吧，不上不下的。这次期中考试考了第10。第10好啊，一般考第10的将来都有出息。真的假的呀？那我要告诉他姥姥姥爷，他们俩非高兴坏了不可。哎，回来了，这怎么还买上花了？今天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花店搞活动啊？啊，路过花店打折，给你买了几只。真巧了，你看严慎，他今天过来送请柬，他也买了花。严慎，你这花是真的好看，你这也好看。你要是喜欢，回头我让我开花店的朋友每周给你送一次。
啊，不用不用，那多不好意思啊。你客气什么呀？吃饭了吧？还没有。厨房有饭。延伸，你吃饭了吗？我也看好没吃。行，我给你也拿碗筷，你们俩一起吃。来，延伸，哎，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哦，我在办公室睡着了，手机静音没听见。哎，你今天怎么没去学校啊？我今天休息啊，你过糊涂了。我这2天脑子一团浆糊。我看你从出院就没清醒过。那得去医院复查了。没错，去看看他脑子里是不是装了豆腐呢。哎，伴娘定了吗？啊，本来是想订方尼雅的，但她大着肚子不方便，最后商量的是我。你也挺好的呀，小姑子当伴娘天经地义啊。这要是你再抢个什么手捧花，那你今天就能把自己嫁出去了，是不是老程？啊，是。喂。哦，好好好，我现在就出来。你们俩先吃着啊，我出去取个快递。我从网上订了点烟台的大樱桃，他们都说这家可甜了，我洗点给你们俩尝尝。好啊。小爽，我还得回律所，我要开会，先走了啊。哎，那你等一下，我洗点给你带上。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发生。不用了，我赶时间，先走了。哎，那你慢点啊。走了。
咦，你不送送人家，真是的。这樱桃看着不错，那你吃完饭尝尝。哟，哎呀，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菜都齐了，就差你了。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说，为了我又犯什么错了？那我可是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滔天大错，就是想你，爱你。这终于见不到你，我就无法呼吸了。哎呀，我也无法呼吸了。你看家里收拾这么干净，不得开火做个饭？来。哎呀，这个品相还不错嘛。那你看看，以后我不当老板，也得有这个手艺养活你啊。尝尝这个鱼。好吃。你说啊，什么是家呀？就是一个房子，跟你一桌好菜，再有一个愿意跟你相濡以沫的好媳妇儿，再加2个大胖娃娃和1条大狗，完美。完美。今天就搬过来。你想得美，咱们俩还没领证呢，万一我要是反悔了怎么办？还想反悔？我跟你说，昨天我可是把请柬给赵定辉送的。他没说什么吧？他说什么呀？陈年老错他都喝不过来呢，还顾得上说话？是不是最近赵定辉经常主动联系你？他最近总是去店里面买咖啡。哎，但你别误会啊，他没别的意思。他对你什么意思？我太清楚不过了，只要你对他没意思就好。他心里没放下你倒是真的，但我已经明确告诉他了，我相信你。为什么相信我？因为我爱你，所以我相信你。妍姐，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是好的还是坏的，你都不要瞒我。你相信我一定会站在你那边。错，哎，尝尝这个香辣蟹，哎，真好。王林女士房产纠纷案调查取证工作已经完成，基本上确定是中介违约。李明先生的离婚官司定于下周1开庭。昨天文峰公司的负责人来电话说，决定撤销诉讼，私了解决。颜律，今天就到这儿吧，这2天大家都辛苦了，放假。颜律，您没事吧？能有什么事儿？趁我反悔之前，赶紧消失。每个人都有，来沾沾喜气。谢谢杨总。夏天就要到了啊，大排档越来越忙，大伙儿辛苦了啊！月底每个人都有奖金。好了，来洞房去吧。哟，小春来了。
重复支队长大驾光临，指导工作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来的时候点儿不对啊，后厨还没上班呢吧？刚给大伙发个喜糖，你来了，咱们随时开火。楼上包间方便吗？包间有啊，走。好吧。慢点吃。你是多久没过来了？是有一段时间了。你是不是换厨师了？感觉味道跟以前不一样了。厨师可没换，我看是不是今天心情有点乱吧？你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搞什么呀？我说这段日子你老躲着我，就是因为这事儿啊？不，你以后怎么让我面对周爽跟浩浩啊？不是，你不是跟我出难题呢吗？我知道，你从前跟严善有一段未完的感情，但你已经结婚了。不管怎么着，嫂子对你还不错吧？你俩怎么能干这事儿啊？谁先主动了？他。就算他主动，你得把自己控制好了呀！你这么一配合，问题不就严重了吗？哎呀，你俩真是我祖宗！这照片他拍的。他逼你离婚了吗？行了，他的思想工作我来做，你也得好好反思一下。这段日子，不要见面，也不要联系，除非你俩死了心要在一起，咱们再另说。还跟我这儿装呢？我装什么了呀？难道不是你让严慎这么干的吗？我压根儿都不知道你们俩什么时候看对眼了。我说的不是这事儿，那你说什么？收买张国强的事儿，知道吧？看那样子肯定是知道吧？谁告诉你的？谁告诉我的不重要，严慎已经跟我亲口承认过了。承认什么？他说这一切都是你让他干的，与他无关，更与沈丽妍无关。没错，是我让他这么做。你们兄妹俩互相包庇，把我当傻子吗？啊？你不是傻子吗？你给我说实话，儿子是不是你打死的？程瑞敏，30年交情，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人心隔肚皮，你既然对我隐瞒一个秘密，就有可能隐瞒第二个。怎么办，傅经理？发生什么事儿了？不知道，要不要报警啊？这是警察在里面报什么警啊？去领枪帮去吧。
10天以下拘留。你敢？你吃了我那么多饭菜，你账还没结呢。有段时间没练了吧？水平下降不少啊。我那是给你面子。哎呀！服了。起来。跟我回队里，把6年前的事说清楚。走啊！哟，这怎么了？这好好怎么成这样了？哎，没事儿，哥俩好久没亲热了，比划比划，过招。老王啊，我跟老张出去办点事儿，你把里面收拾一下，别耽误生意。哎，好，好，好，真没事啊？没事儿。王大哥，严谨回来了吗？没有啊，怎么了？刚才在1/3，严谨和陈瑞敏打起来了，后来2个人气呼呼就走。陈瑞敏，让他出去一下。你也出去。说吧。让我说啊，你先给我解释清楚，你跟严慎到底怎么回事？严慎为了阻止我查张国强的案子，故意拍了这些照片。我跟他之间应该什么都没发生。应该？我醒来之后就在酒店里了。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根本都不记得了。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叫一个女的给迷晕了，搞到床上，不可思议。要不是因为你，严慎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吗？那你就可以趁火打劫了吗？你是男的，她是女的，人总摸了吧？说不定还偷摸亲了2口，谁吃亏啊？严慎他现在在哪？在检察院那边接受询问呢。谢谢啊。严谨到底在哪儿？他手机为什么打不通？赶紧趁热吃吧。来，我在问你问题，你能不能先回答我？我记得你最爱吃这家餐厅的菜啊，赶紧趁热吃吧，点都点了，别浪费了。咱们吃完再说，行吗？好了，我吃完了，说吧。哎，对了，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在这家餐厅，你跟我比赛吃这个变态辣鸡翅，把自己辣哭的事吗？你就是性格太要强，明明自己辣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还非要往嘴里塞，这第2天就变成个香肠嘴了。现在想想，我都觉得你挺可笑的。赵廷辉，我来也来了，菜我也吃了，你知道我出来不是想听你说这些，我只想知道严谨到底怎么了。
有证据显示，6年前的孙家玉被害案，严谨有嫌疑。严谨被程仁敏带回队里调查了。严慎这笔账我先记，我回头找你算。那就进来吧。 现在可以说了吧？有关张国强的案子，都交代清楚。我承认，是我花钱收买了张国强，让他承认自己是凶手的，也是我向律师沈立言提供了假口供，让他按照张国强是凶手的思路去打那场官司。我私下所做的事情，沈律师一概不知。你为什么这么做？ 为了救我哥，那严谨有没有参与谋划这件事？严谨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件事。如果他知道，以他的性格是肯定不会同意的。这6年来，我跟你一样，认定杀害儿子的凶手就是张国强。直到我坐卧底以前，接到一个神秘人的电话。 喂，是严老板吗？是我，哪位？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张国强是替你冤死的。严老板，当年顶着杀人凶手的罪名过日子，也难受吧？你的家人和律师为了救你，也是煞费苦心了。 到底是谁？我知道，小美人对你很感兴趣。如果你愿意配合警方，除掉他和刘伟的贩子集团，我会让你知道我是谁的，也会帮你永久隐瞒这个秘密。喂，所以你是想要隐瞒这件事情，才主动要求做卧底的，是吗？当然不是。 因为我当时根本无法确定神秘人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是为了确认真相才决定当卧底。那真相到底是什么？二子的死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程瑞敏，你给我听好，我没杀儿子。这件事跟严谨有什么关系啊？ 如果没错的话，严深当年给严谨做了伪证，而且严谨知道这件事。不可能。小欧，严谨身上的秘密太多了，你跟他在一起只会有无尽的麻烦。你千万要慎重的考虑这段感情啊！你别说了，严谨不可能是你说的那样。 除了电话以外，你跟那个神秘人还有没有过别的接触？太累了，想不起来了。我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态度怎么了？赵廷辉怀疑我也就算了，你是我大哥，你也怀疑我，还怪我态度不好。你赶紧好好交代，否则就别认我当哥。爱认不认，我什么都没做，我交代什么呀？ 行。 你说，这严谨跟程瑞敏怎么会打起来呢？不会严谨要犯什么事儿了吧？少八卦两句。对了，
一会儿小欧回来，你可别问这事儿啊，他这会儿心肯定乱着呢。你只关心小欧心情好不好？我说什么都是错的，行了吧？我不是那意思，他俩不是要结婚了吗？现在咱们谁也不希望严谨出什么事儿，还因为这事儿生气啊？哎，对了，我去看牛奶好了没有？谢谢啊。看什么呢？哎，这裙子好看啊。有点贵。这裙子有肚子没肚子穿上多好看，买了吧？算了吧，最近用钱的地方多啊。行了，2天送到。谢谢。哎，趁热喝吧。其实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实情吧。你真的以为我就是你眼中那种负心汉吗？其实当年我跟你分手，并不是因为我父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我查出了癌症，肠癌中晚期。其实那个时候，医生几乎已经给我宣判死刑了，说我治愈的机会不太大。真的，我当时自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跟你分手，我不能拖累你。我生病的事没有几个人知道，所有人都以为我被外调了。你找不到我那段时间，其实我是在北京治病的，2次手术，3次放疗，真的，其实老天爷挺眷顾我的，我运气好，我捡回了一条命。我回到梨园之后，我又休息了大半年。我经常会去老街走走看看，每次路过似水流年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冲动，我想冲进去找你，我想告诉你事实，我想把你重新追回来。可是当时我的状态真的太差了，我已经瘦得没有人样了，我怕吓到你，所以我只能再等等。我想等我身体恢复到以前的样子，我用我最好的样子出现在你的面前。展远，是我回来以后接手的第1个案子，真的，我怎么也无法想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会是那样的一个场景。你嘴里跟我说严谨有多么的混蛋，其实我看出来了，你已经爱上他了。
小欧，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当时心里有多难受吗？其实我真的挺后悔的。为什么我就不能好好珍惜你呢？咱俩当时在一起的时候，你每天给我做早餐、泡咖啡，我加班你就会等我，陪我去吃宵夜。你为了配合我工作，你什么都能忍，但我就总是能让你失望。小欧，真的，我真的后悔，我特别后悔，真的。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已经要结婚了，你应该开始新的生活。我只想知道，你还恨我吗？不恨了，因为早就不爱了。趁热吃吧。头儿，要不要给他送点吃的喝的？不用，这家伙拉练的时候在山里迷路2天都饿不死。行吧，那我先回办公室了。哎，你等会儿。就送到这儿吧。哎，小欧，我知道现在再告诉你当初分手的理由已经晚了，但是我是真心的。时间不早了，你该回去了。你也辛苦了，冯大哥，时间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你们刚才没什么吧？没什么，快回去吧。那我们就先回去了。走吧。在这一刻，我心头的那些结悄然解开了。那段无疾而终的爱情，和那些没有回报的真心付出，
此时都化作了故事，成为了完整的记忆。干嘛？就算是嫌疑犯，也有吃饭喝水的权利，就回头告我们虐待你。我不吃。你吃不吃都得交代。赶紧吃吧，一会儿面就坨了。就算为了小欧，我也得吃啊。怎么样？现在打算交代了吧？就是因为你那一句不负责任的话，我这儿还在滴血。等什么时候不疼了，咱们再说吧。好，我收回我之前的结论，我给你道个歉，可以了吧？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说的那个神秘人，就是小美人水产公司的门卫老黄，他叫黄发祥，已经被我们抓住了。据他交代，他之所以有邓坤的毒品配方，就是因为6年前在海叔的制毒工厂工作过，当时张国强也在。围剿当天，他挫伤了张国强的鞋逃跑，摔晕在了案发现场附近的沟壑里。他亲眼目睹案发现场，你和二子发生的冲突和枪战。二子头部那一枪是你打的。他放屁！他诬陷我，那一枪不是我打的。行动当天我才得知，是上级派二子去当卧底的，而我得到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二子的安全。围剿开始以后，我作为狙击手，一直埋伏在高地。我是通过瞄准器才看到二子2户邓坤往制毒工厂东边跑的，所以我才跟了过去。现场，我发现二子已经亮了身份，他正在和邓坤进行辩论。站住！全部放下！把他给我抓了！别管我！放下！请放下！请给我放下！别管我！站着！不让你别管我！放下！全部离开这儿！等我醒过来以后，我就被告知二子已经牺牲了，而我也莫名其妙的就成了杀害兄弟的嫌疑犯。我说的都是真的。老黄跟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诬陷你？我还想问他呢。他当时跟我说的，可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见过老黄？这1-2句话，
我也解释不清。幸亏今天坐在你面前的人是我，现在这不仅仅是一个案子了，更是咱哥俩的事儿。我现在有的是时间，我在这儿陪着你，但你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告诉我。来。累了，有点困，给我泡杯茶，进去没？给他来一杯。哎，你坐下，你泡的我可喝不惯，我只喝程副支队长亲手泡的茶。那我说你这没事。好，好，好，等着啊，我给你泡。哦，对，这是6袋，你入库吧啊。哎，好嘞。昨晚没睡好啊？就是有点失眠。是赵廷辉说什么了吧？没有。昨天我都看见了。哎呀，这个赵廷辉啊，看来还是不死心啊。小欧，你别受赵廷辉影响。这个赵廷辉也真是的，他明知道你要结婚了，还死缠着你不放。我和他真的没有什么，我只是有点担心严谨。严谨联络到了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赵廷辉说，严谨在6年前的案子里面做了假证。城南，我们已经搜索过了，还是没有任何发现。看来这个分尸现场不是一般的隐蔽，凶手一定做过精心的安排。我会立刻向李局申请，立即在网上发布通缉令，并同时奖励能够给咱们提供有效线索的群众。气儿也消了，茶也喝了，咱们接着往下聊聊呗。接到神秘人的电话以后，我确实慌了。如果那个神秘人说的都是真的，那就意味着二子的死另有隐情。这个神秘人很有可能知道真凶是谁，或者说，他就是真凶。但让我更意外、更为担心的是，严慎跟沈丽妍很可能为了救我做了伪证。那个电话信息量太大了，我一度很崩溃。我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接受神秘人的提议，冒险去趟卧底。所以我才会主动向你打听案情，毛遂自荐。在我成功接触到小美人以后，我一直都想找到那个神秘人，但一点线索都没有，只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查案上。没想到，一晃到了年底，你出了事儿，我进了毒，神秘人音讯全无。那段日子简直是暗无天日。就在我即将要放弃的时候，神秘电话又来了，他约我见面。你好，严总。
是你。没想到吧，严总，咱们之前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怎么我的事儿你都知道？当年呐，我是海叔手下的工人，警察围剿当天，逃跑的时候，我不小心掉进了坑里，摔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刚好看见你和孙家玉、邓坤持枪对峙的场面，还包括那个内鬼上前和邓坤交涉的一幕。出来吧。一只流浪猫而已。哦，说吧，你都看到什么了？孙家玉是被一个警察开枪打死的。你如果想知道真凶是谁，那你就坚持到底，完成我们的约定。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你要是不相信，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吧？哎，6年前你的律师团里有你的妹妹吗？她现在可是我们这儿有名的大律师啊。你这条船要是翻了，她恐怕也会跟着遭殃。当我听到“内鬼”2个字的时候，就跟你现在的表情一模一样。这么重要的信息，你之前为什么不交代清楚？当时你昏迷不醒，没人能够证实我卧底的身份。一旦我提起神秘人，势必会重启6年前案子的调查。在我还不能够确定老黄讲的话是真是假以前，我不想做多余的事儿，引起不必要的事端。如果掉入他的圈套，岂不是更麻烦？更何况，这个事儿牵扯到延伸，所以我就打算隐瞒。现在就凭老黄说谎，反咬我一口，他说什么我都不信了。可你前不久私下里给了王丽一大笔钱，也就是说，你已经确定是严慎收买了张国强。你为什么还要继续隐瞒？其实我一直侥幸地以为，做伪证是沈立言主谋，严慎只是为了救我，一时冲动办了傻事儿。直到那天晚上，我到律所去找严慎，我不小心碰到了王丽去骚扰严慎。王丽说的一番话让我彻底明白，其实啊，这一切都是严慎一个人的主意。给你的还不够多是吗？一条人就值这几个钱？哎，你是不是以为6年前你干的那些事儿我没有证据？我告诉你，我有录音。你这次想要多少？10万，不多，但是必须明天就拿到。其实我那天很挣扎，我在想，我是要把真相告诉你，还是继续的帮严慎隐瞒？那一晚我都没睡觉，然后我到银行提了现金，亲自去找王丽。一来是要我安抚她，二来我是要拿回所有对严慎不利的录音证据。你当时要是拿走了录音，你就是包庇做伪证，一样要判刑的，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可谁让她是我妹妹？我问你啊，如果你是我，你会不会内疚？你会不会愿意为她承担？我也承认，是我做错了，所有的处罚我都可以接受。你的证词我都会如实转交给法院，至于怎么处理，等结果吧。延伸那边现在什么情况？他已经承认了花了50万收买了张国强，王丽也交了录音，应该会判3到5年。那王丽呢？她勒索延伸的事儿不追究啊？你放心吧，这些法院都会综合考虑，一定会酌情处理的。延伸真挺不容易。一个人就这么死扛着，什么都不说，到最后宁愿用这种方式求你，也不愿意跟我抱怨半个字儿。你说，是不是我这个当哥的太不称职了？张国强是被冤枉的，就证明孙佳玉是严谨杀的。赵廷辉说这话未免太草率了吧？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相信严谨会杀人。赵廷辉凭什么怀疑严谨？难不成他找到什么新线索了？我问他了，但他什么都不肯说。我也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证据能让赵廷辉那么笃定凶手就是严谨。小欧，别胡思乱想了。啊，他是等着，严谨一定会回来的。你好，这里是梨园刑侦支队。啊，请问你是哪位？好，什么事？您说。啊，你好，在哪个村？啊，您说的详细一点。别着急。你好，什么颜色的垃圾桶？红色是吗？好，请您说详细一点。还有其他的标记吗？喂，你好，这里是刑侦支队，请问有什么事吗？哦，好。您是在哪个小区啊？红旗小区是吧？赵支队，这些都是水族的骨头。估计死了以后也要把它埋这儿了。头，西边发现了尸骨。走，过去看看。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你可以让我走了吧？小欧联系不上我，都已经急坏了。收买张国强虽然是严慎所为，但到底和你有没有直接关系，目前还无法证明。至于你和老黄到底谁在撒谎，我们还需要时间去甄别。行，如果时间到了，你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事儿与我有关，你就立刻放人，否则我一定会告你非法拘禁。这一悬赏线索是多了，可没一个靠谱的。咱想瞎猫碰上死耗子，是不是也不是个招啊？沉住气，该来的总会来的。而且我预感快了。陈月美那边现在什么情况？听说还在审，具体情况不清楚。你快点吃啊！吃完了再去趟禁毒支队，去打听下消息。明白。我先走了啊，我有点事儿。好。
哎，不是头儿，你又不买单啊？真够抠。这位客人，本店不欢迎您。小欧不在吗？在不在，好像也不是您应该关心的问题吧？喂，头儿，你前女友在禁毒支队楼下坐着呢。哦，知道了。切。 你可以走了。哎呦，哎呦，我这老腰都快熬断了。我跟你说啊，郑人民，这案子没有查清以前，你最好少拿有色眼镜这么看我。你别以为自己怎么回事儿。这2天啊，你好好反省反省，你好好想一想怎么补偿我。 啊！严慎的事儿，我不会插手，但二子的死，我一定会查个明白。我也愿意配合你。在等严检啊。嗯。别在这儿坐着了，去我办公室吧。不用了，我就在这儿等。刚才路过，给你带了杨枝甘露。谢谢，我不饿。没关系，我现在特别喜欢喝这个，那我自己留着。 小，你别等了。严谨今天应该出不来了。一会儿我一定会等到他。希望吧。 赵廷辉，不管当初我们俩是因为什么原因分手的，但那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就算严谨今天他出不来，我也不会悔婚的。就算他是杀人犯，你也无所谓吗？我再说一遍，严谨他不是杀人犯。跨年夜当天晚上是星期一，你俩做实验那天也是星期一吗？你就真的那么肯定？ 你们的试验就那么完美吗？媳妇儿，你没事吧？ 没事儿。赵警官，你现在可能特别失望吧？我也能理解，这段日子的努力又付之东流了，搁谁都不爽。还有啊，以后不要骚扰我们家小欧了，记得过来喝喜酒。能不能喝上喜酒我真不知道，但我清楚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一定是你被捕的时候。
走吧。给你了。那严胜会被判几年啊？乐观的话，至少3年。都是我害了严胜，当初就不应该让他卷入这个案子。我现在都不知道如何面对我爸我妈。你知道我现在最难过的是什么？严胜当时也一定认为是我杀了儿子，所以他才被迫走上这条路。那现在陈大哥相信你说的话吗？他呀，看他那个样，半信半疑吧。你也不用太担心，我相信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对了，赵鼎辉刚才跟你说些什么？他还能说些什么呀？来来回回就那2句话，一点新鲜玩意儿都没有。汤有点凉了，我去热一下。张货盛一碗。剩下的饭留着明天炒饭呢。爸爸，干爹最近怎么不来咱家了？他忙。是你爸有病，得罪你干爹了。你怎么得罪干爹了？干爹多好啊！你当着孩子面能不能别乱说？吃饱没？去把玩去吧。吃饱了。嗯。你是哪根筋搭错了？你已经把严慎弄进去了，严家没怪你就已经够不错的了。你现在把严谨当敌人，他怎么可能杀儿子？我还没吃饱呢。没吃饱活该，回屋面壁思过去吧。芳，芳芳，你看一眼，是不是有点紧？我觉得有点紧，早知道就不买了。现在大着肚子穿什么都不好看。你生完孩子不就能穿了吗？到时候不就过时了吗？算了，给小欧穿吧。小欧穿上应该不错。
生气了。怎么这么没礼貌呢？方姐是你叫的吗？叫方阿姨。他让我们这么叫的，他说这样更像朋友嘛。哎，方姐为什么生气啊？你以后别总是夸小欧阿姨，不然方姐会吃醋的。哎，乐乐，就是小欧阿姨跟方阿姨，你更喜欢谁啊？你跟严慎的实验是有漏洞的。跨年夜当天晚上是星期一，你俩做实验那天也是星期一吗？喂，媳妇儿，在哪儿呢？我在店里呢。叔叔阿姨怎么样？不太好，我妈刚吃了降压药睡了。你吃饭了吗？还没呢。你先照顾好叔叔阿姨，不用太担心我。让一下。怎么了？我还有急事，我先挂了。喂。
这次是你主动约我的，就不算我骚扰你了吧？既然你打破了我的誓言，为什么不直接抓严谨？我之所以还没有采取行动，是想找到更直接的证据。严谨已经在我手上跑过一次了，我不会再有第二次。就算誓言被打破，也说明不了严谨杀了人。那当然，可同时可能性也大大的提高了呀。只要我能够找到分尸现场，就一定能够找到严谨杀人的有力证据。放弃吧，小奥，严谨迟早会被捕的，你何必把自己的幸福赌在一个杀人犯身上呢？谢谢你的提醒，这是我们俩私下最后一次见面，各自保重。那赵天辉推翻了。赵天辉之前不止一次提醒过我，说试验有问题，我总觉得他在故意给我放烟雾弹。直到今天那扇门被打开，我感觉整个天都要塌了。所以你就怀疑是严谨杀了人？我当然不会因为这件事怀疑他，即使没有这个试验，我也相信他是清白的。我只是担心严谨会因为这个再遇到麻烦。这严胜刚出了事，如果严谨再被冤枉，他父母真的承受不住的。小欧，这事儿没你想那么严重。如果赵廷坤手里有确凿的证据，他早就把严谨抓了。别自己吓唬自己。这一次不一样，我能感觉到，赵廷辉已经认定严谨杀了人。他之所以没有行动，就想再等一个关键的证据，一个抓了严谨就可以给他定罪的证据。这么重要的事儿，应该告诉严谨，没准他还能想出来什么相对应的措施来。我不是没有想过要告诉他，可是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以他的性格，是绝对不会想连累我的。那你就打算这么自己扛着？小王，我知道你深爱着严谨，干嘛要为难自己呢？有什么心里话你说出来，即便解决不了，也能让你心里舒服一点啊。不必了，我现在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我们的婚事。行，既然你决定了，我全力支持你。你放心，我一定会保密的。谢谢冯大哥。
儿，头儿，所有举报地点我们都去过了，但是没有我们要找的分尸现场。你怎么了，头儿？我没事儿，就有点不舒服，睡一觉就行了。不行啊，头儿，现在队里已经有好几个人倒下了，你可不能再倒下了。走，我们上医院。喝点梨汤，我媳妇刚送过来的。慢点。给我谢谢他。不客气。哎呀，这一个人野的时候啊，还凑合。 是不是生起病了才发现还是有个伴儿好？哎，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严谨现在什么情况？他每天就跟纪晓妮在一块儿，忙活婚礼的事儿呗，没什么异常。头儿，我还是那句大俗话，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咱也不要强求。姑娘多了去了，比纪晓茹好的一刷一大把。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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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那么多废话？ 这汤留下，你走吧。不行，我今儿的任务就是伺候你。我用得着你伺候我吗？赶紧走。好好，我走。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汤给你搁这儿了。回来了，去哪儿了？去我爸妈那儿了。坐。不是说好一起减肥的吗？这一阵子啊，吃素给我吃得快抑郁了。今儿说什么得开一次荤，不介意我提前打烊了吧？哎呀，就你这味儿，人家以为我这以后开火锅店了呢。料给你调好了，吃吧。 那我就大开杀戒了，反正明天就领证了，长再多肉你也得受着。喝一杯。
祝我们明天领证顺利。哇，爽！小欧，咱们俩分手吧。你又出什么幺蛾子呀？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是认真的。为什么？那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你应该就在我家地库1层吧。后来你又去见了赵廷辉。你别误会啊，我真不是有意跟踪你和赵廷辉，是我不小心撞到了。其实那天从禁毒支队出来，我就发现你状态不对劲。直到今天，我看到你电脑里新的路线图。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在1审时做的那个实验，被赵廷辉给推翻了。我知道，佳宇的案子一直堵在你的心里，喘不过来气。这后来又发生这么多事儿，你怀疑我也正常的。我没有怀疑过你，我是不该骗你，也不该瞒着你去见赵廷辉，但我从来就没有质疑过你。就算赵廷辉把那个试验给推翻了，那又能说明什么呢？我知道你不是那个凶手。赵廷辉他有理有据，就算你被他影响也很正常。小欧，我没生气。我生气。妍姐，我们俩从认识到现在一起经历这么多，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坚定吗？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试验被推翻，是因为不想给你压力，更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咱们的婚事儿。赵廷辉他根本就不会轻易的放过我，你就不怕他有什么新的证据？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不觉得整个事儿特别奇怪吗？人不是我杀的，但所有前前后后，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凶手又不是刘伟，那会是谁呢？现在就连二子的死也关系到我，真的什么都想不明白，就觉得眼前有一个黑洞在等着我，指不定哪天我就坠入其中，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小欧，我真的亏欠你太多了，我不能再连累你。什么亏欠？什么连累？你把我们的感情当成什么了？你是怕赵天辉哪天来把你抓走了，怕我落单了，你害怕了是吗？你说话呀！怎么还不明白？我不是所有的坎儿都能过去的。佳宇他死在我家，那说明凶手是冲着我来的。他不是要杀我，就是要嫁祸给我，肯定还有更多不利于我的证据在等着我。你何必趟我这滩浑水呢？谁让本姑娘爱上你了呢？就是死，我也不怕。还是那句话，这枚戒指我戴上了，就不会取下来。吃饱了吧？吃饱了赶紧回去面壁思过。我就当你是喝多了说的胡话。听不见我说话呀？明天10点，不见不散。
赵队，发现什么了吧？目前什么都没有。赵队，特案的表面有2次被翻动的痕迹。被2次翻动过？对。战鱼的死亡时间距离分尸相隔了20个小时以上，那意思就是说，先把人埋了，第2天又给挖出来，再重新分尸的。这严谨心里是有疾病吧？喜欢虐尸啊？等等，我看一下。快，这个立刻送检。明儿头。你今天不是应该跟小欧领证吗？怎么跑这儿来了？啊，今天离职有事儿，改明天了。什么事儿比领证还重要？定好的日子怎么说改就改啊？这会儿你就不要操心我的事儿了。咱们俩好不容易见一次，还不得让我关心你一下？你起来，让我看你瘦了没有。我挺好的，不用担心。爸妈怎么样？都挺好，不用你惦记。这2年就辛苦你多陪爸妈了。叶珊，是哥对不起你。别这么说，你那次不是提醒我了？小时候你嘴皮子笨，我闯的祸都赖在你头上，这次就当还债了。只要你好好的就行。你没有什么想要问我的吗？儿子不是我杀的，真凶另有其人。我相信你，也相信你一定能查清楚。对不起，哥，你别怪我那么想。你知道的，我不会。只是我这个当哥的太不称职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你惹麻烦。要不是我摊上这么2个案子，你也不至于沦落成这个样子。
什么沦落不沦落的？你又没做错什么。所以你因为战宇的案子去见我，当时心里是不是特别崩溃？废话，崩溃极了，都想跟你断绝兄妹关系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和6年前不一样，我一直都相信你是无辜的。不说这个了，你婚礼准备的怎么样？差不多了。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参加不了，记得多拍点照片和视频给我看。嗯。真的是因为有事儿才推迟了领证时间？不对，你是不是跟纪晓鸥吵架了？没有。妍姐，是你推迟了领证时间，还是这个婚你压根儿就不想结了？是赵廷辉把一审的试验给推翻了。所以你是担心小欧为你受苦，才决定取消婚约。要不说你们男人都自以为是，愚蠢至极。从我第一眼见到纪晓鸥起，我就知道这姑娘她不是个凡人。她爱你，就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甚至可以为你去死。你这辈子还能遇到第二个纪晓鸥吗？我永远都忘不了她在法庭上说的那些话。我们从来没有确立过正式的恋爱关系，但我从始至终爱的人都是他。只有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他曾经是多么努力的想要救战宇。我相信他是清白的，也相信法律一定会给予他最公平公正的判决。那是我这辈子听过最直接、最勇敢，也最不计代价的表白。是小欧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爱情。哥，你真的觉得放弃了纪晓鸥，他就能过得好吗？你如果真的爱他，就紧紧抓住他，什么都别怕。就算未来的路很难走，这份爱也会让你们俩挺过一切。我不跟你说了，赶紧去找他，他一定在等你。Hurry, I'm your lover. I'm still waiting for you. Let us arrive at sunrise. I'm reading our letters from the very first time, with all the memories to love. So there's one thing I can do, I close my eyes and sing the echo of your name here.
小。 急了吧？我刚才啊，早上郑丁辉给我发条消息，说他找到了分尸现场，还说你有重大嫌疑。麻烦来得够及时的。小王，这仗一领，你跟我在一起，基本没有太平日子过。我要真犹豫，今天就不会来了。 马上就午休了，你们还领不领？领。来，你们的结婚证。 同志们，你们说，就凭咱现在手上掌握的这些证据，能不能让严谨认罪？希望一切顺利吧。必须顺利啊！晚上之前把这个现场分析报告做出来啊！哎，对了，分尸工具现在有线索吗？附近都找了，但是还没有任何线索。哎，头儿放心吧，只要那个雪茄烟蒂一检测出来是严谨抽的，那他就没跑了。 行，快点吃啊！吃完了再去趟检验科，催催他们。对了，头儿，怎么了？那个，刚刚在盯着的兄弟给我打电话，说纪晓鸥跟严谨现在在民政局。 一个小红本就把自己交代了，真不可思议。怎么后悔了？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这话以后能不能不说了？跟你开玩笑的你也当真？我没觉得你像开玩笑。你说，早上是不是想放我鸽子来着？赵廷辉的人一直跟着我，你不怕？ 怕什么呀？白的还能说成黑的不成？我还不信咱们迈不过这个坎儿。说，晚上想吃点什么庆祝一下？还有3天就婚礼了，咱们俩还是回家吃一点健康餐，红酒配牛排怎么样？再来一份鲜虾牛油果沙拉。没问题，走，去超市。 斯蒂芬·威廉·霍金生于英国，他从小呢患上一种肌肉萎缩症，半身不遂。但是呢，他克服身患疾病的这种困难啊，努力学习，
1965年呢，他进入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任研究员。这时候呢，老方，我还是挺喜欢你给我买这条裙子的，我想婚礼的时候穿。你不说你不能穿吗？这裙子改改不就能穿了吗？还有啊，你这衣服，咱去买2件新的吧，你在婚礼上也能穿的稍微精神点。不用，这不挺好的吗？那洗一洗、烫一烫，这跟新的似的。干嘛花那钱呀？我不用买新的。小欧这辈子就结1次婚，你身为大哥的，能不能重视一点啊？不是，反正从今天开始啊，季小欧就是严谨的了，谁也别想惦记，惦记也没有。我说你今天晚上怎么话这么多呀你？怎么了？哎呀，困了，睡吧，困。哎呀，我现在还真有点后悔跟你领了那个证。怎么，被赵天辉的人一跟你就害怕了？我是严谨，我怕谁？这不是以前你最爱说的一句话吗？这个凶手早已经把整个剧本都写好了，每一处细节都是精心设计过。你要真的愿意为我负责，就想尽一切办法把那个混蛋给揪出来。这个人一再设下陷阱，说明他就在我的身边，或者说他很有机会接近我。这个人到底是谁？我现在一点眉目都没有。我就怕咱们俩的婚礼还没有进行，我已经被赵天辉给带走了。那我就去赵天辉的办公室静坐，告诉他你是冤枉的，让他打开思路重新调查。我就不信他认这个死。小欧，你一定要答应我，如果我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你不要管我，躲得越远越好。你什么意思呀？领个证哄我玩呢？我现在是你老婆，夫妻之间就应该同甘共苦，除非你到现在还不把我当自己人。哎，没有。那就行，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想甩都甩不掉。赵子，在这儿杵了个碗呢。去忙你的吧。没有打扰到你吧？啊，我记得你以前喜欢吃炸猪排，好久没做了，不知道还是不是这个味儿。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你不先尝尝吗？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调查结果出来了吗？这个你无权过问吧？那我和严谨领证的事你应该知道了吧？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想求你。你别说了，我是不可能放了严谨的。我没指望让你放了他，
只不过离我们的婚礼还有2天了。我希望，即使结果出来了，你也能让我顺利的把婚给结了。这不可能。你已经24小时派人跟踪严景了，还怕他跑了不成？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啊，你就这么信任他，这么多证据摆在你的面前，就一文不值了吗？坦白说，我之前有犹豫过，但后来我想明白一件事儿：证据可能会作假，但人心不会。严景是好人，他在我心里一直是那样的人，所以我才会爱上他，想要嫁给他。信任有时候就是一种心甘情愿，是一种信念，不需要什么理由。我知道你对我的提醒是为了我好，我很感激你。但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和严景完成我们的婚礼。就算他这一次进去了，再也出不来，我也无怨无悔。托儿，吃晚饭了。检验科那边出结果了吗？啊，那个血家烟蒂掩盖的时间有点太长了，所以提取 DNA 还需要一点时间。咱们再等等，最晚明天就出结果了。您先吃点东西。那严谨呢？他那边有什么异常吗？他们那边挺正常的。他们下午先去了趟超市，然后又去花店买了花。2人4点多回到家后就没再出来过。放心吧，头儿，咱们的人都盯着呢。头儿，您之前不是都暗示过纪晓鸥了吗？他是不是以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这么倔呀？不过没关系，头儿。没等严谨跟纪晓鸥举办婚礼，他就会变成阶下囚，你一样还有机会。你这说什么呢？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俩还是挺有缘分的。纪晓鸥的感情确实坎坷了点儿，爱上了不该爱的人，但是我觉得你俩在一起才能幸福。你呀，以后把心思多花在办案子上，别让我听你聊八卦了啊。去吧。那我走了，头儿，你慢慢吃。Say goodbye. Can't think of any words. Don't try.
真希望以后每一天都能跟你在一起。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让你可以安心的待在我身边。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今晚更要珍惜。谢谢，哦，你们也来了啊！谢谢，漂亮，是吧？确实漂亮。谢谢。今天大喜的日子，可惜我们延生不在。亲家母啊，一切会好的。今天啊，是你儿子的大喜的日子，谢谢。你应该开心才对啊。是啊。谢谢。
给你拿着。太老快了。哎，好久不见，今天辛苦了啊！啊，需要做什么？你说。哎，好嘞好嘞，你们先聊。哎，爸。哎，叔叔，阿姨好。哎，漂亮的嘛！来，哎妈，哎妈，哎爸，哎，我先过去忙啊。好，谢谢，感谢。恭喜啊，新郎官！恭喜干爹，我终于有干妈了。谢谢浩浩，恭喜啊！我还怕你来不了，你弟弟我这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刚才看见招天辉的人了，你请他们了？也算不打不相识的朋友嘛。你进来。这喜糖里面有你最爱吃的酒心巧克力，记得要吃。谢谢啊。我来吧。行了，你们先进去吧，我招呼一下。好，走了。乐乐，转过来，看爸爸，来看镜头，哎，笑一下。爸爸，我想这哥哥了。乐乐，爸爸带你去逛一逛啊。我不要，我就在这里听音乐。那个，哦，你看那边有好多好吃的，都是你爱吃的，爸爸带你去看看啊，好不好？走吧。那今天太麻烦了啊，里边请。赵兄，没想到今儿能过来啊，恭喜啊！一人一份儿，来，来行。拿上。专案组其他同仁呢？大家都挺忙的，我们俩全权代表了。工作再忙也得注意休息。那边位子全都留好了。今天啊，该吃吃，该喝喝，一定要感谢。谢谢。请吧。是吧？啊，回去问他好啊。哎，那好，那您先忙。小赵，好久不见。阿姨，叔叔，挺好的吧？啊，挺好的。最近忙什么呢？来就喝杯酒。啊，对。来。老冯发信息说，赵廷慧也来了。尊敬的各位来宾，感谢大家光临2位新人的婚礼。我们的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入座，有请。来，
你说这地儿可真够奢侈的，这严谨也太会作秀，难怪纪晓鸥对他死心塌地的。你真当自己来参加婚礼来了是吗？准备吧。新郎严谨，你是否愿意娶你面前的新娘纪晓鸥？无论未来疾病、健康还是贫穷富贵，都会用爱守护她一生。我愿意。新娘纪晓鸥，你是否愿意嫁给你面前？我愿意。好的，现在请两位新人交换戒指。新郎，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我们都说，好的爱情经得起风雨，守得住平凡。
我们都知道，新郎和新娘的爱情故事堪称传奇。从他们最初的相遇到今天的永结同心，是爱让他们克服了重重磨难，也是爱让他们更加了解彼此。人们常说，相爱的人无需多说，只需要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对新人有多了解对方。什么意思？让你猜呢？什么情况？好，现在新娘就在这4位当中。接下来我们给新郎1首歌的时间，看看他能不能准确地找到新娘。好好的婚礼整这些干嘛？幼稚不幼稚？是不是高？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新娘是否也能快速地找到新郎，我们拭目以待。先生，没事没事，没撞到你吧？没有没有，我给你擦擦吧。哦，谢谢，我给你擦擦。我自己来吧，我自己来。谢谢。有什么问题吗？一切正常，严谨就在最后一个。裤子怎么了？不小心碰到了送酒水的姑娘。哪间跑了？赶紧给我找，快点，快去！
纪晓和相关人员